这是一只即将被安乐死的军犬。葬礼上，它痛苦地哀嚎着，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，因为它知道它的主人就躺在里面。感受到主人的气息，它静静地趴在一旁，任谁也不能将它带走。这只军犬名叫麦克斯，主人凯尔是驻守阿富汗的士兵。麦克斯随凯尔出生入死，是亲密无间的最佳搭档。他们彼此合作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天，小队在峡谷中行进，麦克斯突然在一个岔口停住脚步。凯尔明白一定是前方危险，便示意队伍停止前进。可是队长却说必须完成任务，还让凯尔示意麦克斯继续前行。看到主人的命令，麦克斯便继续向前试探。可是不曾想，石头后的敌军突然按下按钮，麦克斯瞬间被埋没在爆炸中。凯尔护犬心切，冲进烟雾，并不断呼叫队友泰勒帮忙。然而泰勒是个懦夫，为了保命始终蜷缩在掩体后面。待烟雾散去，小队才冲过去，眼前却只剩凯尔的一具尸体。可能是听到主人的最后呼救，认为是泰勒害死了主人，麦克斯朝泰勒不断狂吠。泰勒非常心虚，想一枪打死麦克斯，好在被及时赶来的队长拦下。凯尔死后，麦克斯被送回国内。在主人的葬礼上，麦克斯久久都不肯离去。这时，一名男孩的呼唤让麦克斯抬起了头，他竟主动凑上去嗅了嗅。原来男孩是凯尔的弟弟马丁，因为与哥哥有相似的气息，所以才让麦克斯如此顺从。最后在马丁的帮助下，麦克斯终于乖乖上车，被军方带走。这天，凯尔一家得到消息，军方要将麦克斯安乐死。军犬集中营负责人告诉他们，麦克斯与凯尔的连接太紧密，以至于现在不接受其他主人，还十分恐惧枪声和爆炸声，显然无法再做一只军犬了。神奇的是，麦克斯见到负责人又扑又咬，见到马丁却十分听话。于是马丁一家决定收养麦克斯。父亲对麦克斯始终有些放心不下，于是在院里钉上铁钉，将他拴住。夜里，麦克斯总会仰天长啸，似乎在悼念主人的在天之灵。唯有马丁在身边时才会消停。无奈之下，马丁只能在草地上陪着。见马丁昏睡过去，麦克斯默默贴过去，把马丁当主人凯尔一样守护。这天，马丁和一帮朋友玩耍，认识了一个名叫凯莉的女孩。听了马丁的描述，他表示他家是养狗大户，可以教马丁2招。随后，凯莉和球衣来到马丁家中，在凯莉的指引下，马丁轻轻抚摸麦克斯，果然变得顺从了许多，揭开绳索也能跟着马丁走。这天晚饭时间，泰勒突然来访，他谎称在战场受了重伤，回国治疗，实际上是因为走私军火被查，被部队强制开除了。马丁一家还被蒙在鼓里，可麦克斯十分清楚泰勒的为人，一见到泰勒，记忆便被唤醒。麦克斯朝着泰勒不断狂吠，他挣脱铁链，直接扑去，迫不及待要为主人报仇。好在被马丁和凯莉拦在门前。此事过后，马丁一家更不放心了，直接把麦克斯关进了笼子。这天晚上，听到外面的烟花声，麦克斯在笼中局促地乱窜狂叫，马丁只得钻进笼中陪伴他，安抚他。其实马丁不知道的是，麦克斯哪里是害怕爆炸声，他只是害怕回忆逝去的主人。这天，泰勒再次找到马丁父亲，上次拜访时他目的就不纯粹，这次他是来租借废弃仓库的。在处理完了租借事宜后，马丁父亲问泰勒，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泰勒又是毫无意外地撒了谎，他说战场上麦克斯发了狂，凯尔为了救他才脱离掩体中了弹。他还假惺惺地告诉马丁父亲，没能及时救回凯尔，他很自责。作为经历过生死的战场老兵，马丁父亲深知战友间的情谊，他选择相信泰勒的话，准备拿枪处决麦克斯。幸好马丁听到了消息，赶来救下了麦克斯。在与麦克斯的相处中，他也和麦克斯有了感情，知道麦克斯是条善恶分明的好狗。对于此前泰勒的种种表现，马丁也觉得很是可疑。这天，泰勒的车从眼前经过，马丁悄悄跟过去，暗中观察，竟发现了泰勒倒卖军火的行径。不过见到熟悉的火箭炮，麦克斯控制不住地发出声响，惊醒了泰勒的2条恶犬。他们朝马丁的方向不断狂奔，幸好有勇敢的麦克斯护卫在前。麦克斯引开2只恶犬，马丁骑上山地车一路狂蹬，慌乱中被一根树枝绊倒摔下，车圈变形，车胎也瘪了气。马丁只能带麦克斯步行到路边，搭一位老妇人的便车回家。没想到一回家就被母亲责问，原来是泰勒恶人先告状，谎称麦克斯发疯咬伤了自己，还拿出马丁遗弃的山地车作为证据。这下马丁百口莫辩，随后还被泰勒持枪威胁，奉劝他以后最好少管闲事儿。
受到胁迫的马丁只能眼睁睁看着麦克斯被带去收容所，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悲愤，他只能脚踹山地车发泄怒火。被带进收容所的麦克斯不肯屈服，凭借在战场上练下的本事，他挣脱套索，推翻警卫，越过大门狂奔而去。麦克斯走后，马丁常常暗自神伤。一段时间后，父亲察觉异常，想和儿子推心置腹，好好交流，但在泰勒的死亡危险面前，马丁什么也说不出口。思虑重重的父亲来到仓库，终于发现了泰勒的秘密，却被泰勒一伙持枪控制。家中，马丁和母亲发现父亲走了，正打算出门寻找父亲，一开门竟然是麦克斯在门前。随后马丁找到凯莉和球衣，让他帮忙找自己的父亲。三人来到仓库，发现了父亲的枪套，于是便让麦克斯闻一闻，在前面带路。折腾了一夜，终于看到了泰勒的车，对方有枪，马丁不敢轻举妄动，于是让凯莉回去搬救兵。凯莉走后，球衣的手机响了，这引起了那条恶犬的警觉，恶犬朝着马丁和球衣飞奔，麦克斯再次将他拦在身前。不过恶犬也是吃肉长大的，在与麦克斯的对抗中毫不吃亏。这时马丁提醒麦克斯要靠智慧取胜，麦克斯似乎听懂了马丁的话，凭借强大的耐力带着恶犬周旋，一番你追我赶之后，恶犬肥硕的身躯支撑不住了，麦克斯攻其不备，一击将其击下山坡。随后两狗在河边继续搏斗，麦克斯瞅准机会，一个翻身将恶犬推入河中。这时泰勒的同伙赶来，持枪瞄准麦克斯准备射击，被马丁骑飞车撞下山坡。车旁凭借退伍军人的经验，马丁父亲一脚踹翻恶徒，捡起恶徒的枪寻找儿子。突然麦克斯朝他猛扑过来，正当他准备开枪射击时，麦克斯扑向了身后的恶徒。与此同时，泰勒不断追赶马丁，来到了一座被炸坏的桥上，马丁背对坑洞，只能听天由命。这时麦克斯突然狂奔过来，泰勒回身一望，正要开枪，被马丁从身后一脚踢个踉跄，随后被麦克斯扑摔下山崖，一人一狗双双倒在溪流中。好在麦克斯大难不死，只是受了些外伤。马丁和麦克斯来到凯尔墓前，马丁向哥哥承诺一定会陪伴麦克斯到老。家中狗笼子已被父亲弃置，麦克斯也被允许随意出入，正式成为家中的一份子。对人来说，失去了狗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对于狗狗来说，失去了主人就是失去了它的全世界。有时狗其实比人更加忠诚，它们出生入死毫无怨言，绝对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伙伴。